你以为《孙子兵法》才是职场圣经？错，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本被严重低估的36计。它不是古代打仗故事会，它是一本人类弱点的算法说明书。古人把人性的贪婪、恐惧、盲从、路径依赖全部写成了代码，封装进36个词里。今天我们用30分钟把这本书彻底翻译成现代语言，翻译成你明天就能用得上的防身工具。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在公司里，你干的活最多，加的班最晚，但年底升职加薪的永远是那个平时看着不怎么干活，却总能跟老板谈笑风生的人。在感情里，你掏心掏肺，随叫随到，最后收到一张好人卡，对方转头给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海王当了舔狗。在消费上，你小心翼翼地攒钱，却总是稀里糊涂地掉进各种陷阱，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一本正经低头干活的老实人？很多人会安慰你，吃亏是福，是金子总会发光。今天我要残忍地撕开这层遮羞布。在这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只会低头干活的老实人注定只能是别人人生剧本里的 NPC。 你以为你缺的是努力？不，你缺的是一套识别和防御套路的底层算法。很多朋友说，我想学谋略，去读《孙子兵法》行不行？《孙子兵法》讲的是道，是战略，是大企业 CEO 和三军统帅看的宏观经济学。他教你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不教你明天早上开会怎么防着同事甩锅。真正能指导你日常生存，教你在微观博弈中见招拆招的是另一本书。不要把它当成老掉牙的古代故事会，用现代眼光拆解它，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本人类弱点的算法说明书。接下来的30分钟，我将把这些古代阴谋诡计全部翻译成现代博弈论、行为心理学和商业社会的镰刀逻辑，前方高能预警。这期内容信息密度极大，且极其颠覆三观。看完之后，你可能会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一种通透的、毛骨悚然的清醒感。如果你准备好重塑自己的生存逻辑，请深呼吸。我们现在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控制从来不是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而是控制你所能接收到的信息。当你做决策的依据全都是别人精心投喂的时候，你以为的自由意志不过是别人提线木偶的丝线。36计的第一套组合拳专门对付我们的盲目轻信。先说瞒天过海，提到这4个字，你脑海里想到的是不是撒一个弥天大谎？错，大错特错。如果我今天直接告诉你太阳从西边出来，你肯定觉得我是个疯子。真正顶级的欺骗，绝不是用一个巨大的谎言挑战你的常识，而是把极其反常的事物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日常。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系统性脱敏。当你对某个事物感到恐惧或排斥时，高手不会直接逼你接受，而是把它拆解成无数个微小的、安全的步骤，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它。这就是瞒天过海的底层逻辑。历史原版是这么玩的：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打高句丽，走到海边，一看波涛汹涌，怂了，死活不上船。大将薛仁贵出场了，他没有给皇帝做心理建设，也没有科普船有多安全。他干了什么？他找人搭了一个巨大的彩色帐篷，把船严严实实地罩起来，里面布置得像皇宫一样，铺上地毯，摆上美酒，然后请皇帝进去喝酒看歌舞。皇帝在里面喝得高兴，忽然听到外面有风雨声，掀开帘子一看，大军已经在大海中央了。薛仁贵骗了皇帝吗？骗了，但他高明在哪儿？他没有去挑战皇帝怕海的心理防线，
而是用皇帝最熟悉的宫廷场景掩盖了正在渡海这个极度危险的事实。听懂了这个逻辑，你再看看现在的职场，为什么很多人在职场上被压榨到抑郁，却不敢反抗？因为没有哪个老板在面试时会直接说我要你每天干16个小时还不给加班费。他如果这么说，你早跑了。真正的职场版瞒天过海是怎么做的？第1周快下班，老板笑眯眯地找你，说小王啊，有个文件不太急，你今晚稍微看一下，耽误你10分钟。你觉得10分钟无所谓。做了。1个月后，老板说小王周末有个紧急会议，你在线上听一下就行。你觉得线上听一下也不累，听了半年后，你发现你每天晚上都在无偿加班，周末手机一响，你就条件反射般的心悸。在亲密关系里也是一样的，渣男渣女一开始展现的都是完美人设，然后偶尔犯一个极小的错，试探你的底线，你原谅了，他们的底线就往前推进1寸。记住，瞒天过海的本质是利用你对日常的惯性依赖，进行悄无声息的底线入侵。下次当有人用极其自然、理所应当的语气向你提出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不合理要求时，你的警报器就该响了。他在试探你的水温，不要做那只被煮熟的青蛙。如果说瞒天过海是掩盖真相，那无中生有就是凭空捏造一个能支配大众行为的幻觉。很多人对无中生有的理解停留在造谣层面，格局小了。在现代社会，无中生有有一个极其高大上的名字，叫预期管理。商业世界里有句著名的黑话叫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先装模作样，直到你真正做到。这就是现代版最高段位的无中生有。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里面的连环套。假设我是一个创业者，手里只有一个想法，连代码都没写。如果我老老实实跟投资人说我啥也没有，你给我1000万让我试试，投资人会直接叫保安，那我该怎么无中生有？第1步，我花1万块租一个高档写字楼的会议室，做一份极其精美的 PPT， 画一个颠覆行业的大饼，这叫造势。第2步，我拿着 PPT 去见投资人 A， 暗示投资人 B 和 C 都非常看好我，正在抢份额，利用投资人害怕错过的 FOMO 心理，拿到第1笔天使轮，这叫以虚变实。第3步，我拿着这笔真金白银去挖顶级大厂的技术人员，真正把产品做出来，这叫弄假成真。这不就是前几年互联网风口上无数独角兽公司玩过的套路吗？为什么这种策略会奏效？因为人类是极度依赖社会共识的动物。当你制造出一个所有人都在抢的假象时，大众的恐慌和贪婪就会被激发，他们带着真实的资金和资源涌入，最终把假象硬生生变成了现实。懂了这个逻辑，你就看懂了世界上90%的金融泡沫和消费陷阱。比如双11的限量抢购，仅剩最后100件，后台仓库里明明还有10万件，但他必须在前端制造稀缺的假象。这种无中生有的焦虑，就是为了让你放弃理性思考，直接下单。再比如某些所谓的名媛培训班、高端相亲局，租一辆跑车，几个人轮流拍照发朋友圈，制造自己是高净值人群的假象，然后去吸引真正的高净值人群，或者收割想跨越阶层的普通人。破解无中生有的唯一方法，就是戒断 FOMO。当你看到所有人都在狂热追逐某个项目、某只股票、某种概念时，先问自己3个问题：这东西到底创造了什么实际价值？底层的利润来源是什么？如果没有这层包装，它还值这个价吗？如果你的对手很聪明，瞒不住也骗不过怎么办？这就需要用到信息差博弈的终极手段。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这一计的精髓，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话来说，叫注意力劫持。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你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非常显眼、非常巨大的目标上时，你对周围其他事物的感知能力就会降到冰点。这就是魔术师能在你眼皮子底下变走硬币的原因。他用右手夸张的动作吸引了你，左手却在暗中完成了关键操作。刘邦当年被项羽困在汉中，想打回关中，他大张旗鼓地派人去修那条已经被烧毁、极其难走的悬崖栈道。项羽的军队一看，好家伙，这栈道没个3-5年修不完，于是就在栈道尽头重兵防守，天天盯着刘邦的施工队搬砖。结果呢，韩信带着主力部队从一条谁也没想到的小路，从陈仓悄悄摸了出去，一举拿下了关中。在现代商业竞争中，暗度陈仓简直是巨头们的常规操作。公司 A 大张旗鼓地宣布进军某个领域，召开发布会，砸重金买热搜，吸引了所有竞争对手的注意力和火力。但实际上，公司 A 真正核心的盈利业务正在另一个完全不起眼的领域疯狂生长。等对手反应过来，公司 A 已经在真正的赛道上形成了垄断。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要警惕生活中的暗度陈仓。比如某些软件安装时，给你一个巨大的绿色一键急速安装按钮，你的注意力全在这个按钮上，却忽略了旁边比蚂蚁还小的灰字，同意附带安装以下5款流氓软件。面对信息差博弈，你的注意力就是你最宝贵的资产，永远不要只看别人让你看的东西。当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时，试着把目光投向阴暗的角落，那里往往藏着事物真正的运行逻辑。在上一章，我们扒光了信息差的底库，明白了别人是怎么控制我们大脑的。但这个世界的运转，光靠骗是不够的，核心还是利益的分配和资源的掠夺。很多人在社会上混得很痛苦，是因为脑子里有一种极其天真的等价交换思维，觉得我付出了劳动就理应获得回报，我投入了成本就必须看到收益。醒醒吧，这是打工人的思维，不是操盘手的思维。真正的资本和权力玩家，毕生都在研究一门学问，如何用最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撬动最大的资源，以及如何把所有的风险和代价转移给别人。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第2站，资源杠杆与成本转移。准备好你的速效救心丸，因为接下来的内容极其冷血，但也极其真实。先说借刀杀人，一听到这4个字，很多人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古装剧里后宫买凶下毒的桥段，格局小了。在现代商业和组织行为学中，借刀杀人有一个极其高大上的名字，叫风险隔离机制。顶级的高手在做任何得罪人、有风险的决策时，绝对不会让自己沾上一点泥巴，他们会精心挑选，甚至培养一把刀，去替自己完成切割。我们来看一个极其变态的古代战例。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武公想吞并旁边的胡国，但胡国实力不弱，直接打有风险。他怎么做的？第一步，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胡国国君，释放善意，让胡国彻底放下防备。第二步，在朝堂上开会，问大臣们，我想开疆拓土，打谁好？一个叫关其斯的忠臣站出来说，胡国可以打。第三步，也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步，郑武公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骂道，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邦，我女儿还在那儿当王后，你竟然让我打胡国！来人，把关其斯推出去砍了。关其斯人头落地。胡国国君听到消息，感动得痛哭流涕，觉得郑国老丈人太够意思了。
从此对郑国不再设防。结果就在胡国彻底放松警惕的几个月后，郑武公大军压境，一举灭了胡国。在这个局里，什么叫刀？你以为别国的军队才是刀？错在极度理性的操盘手眼里，只要能达成目的，自己的亲生女儿是刀，满腔热血的忠臣关其斯更是刀。而且这把刀用完之后，还能用他的血做自己的垫脚石。把这套逻辑平移到现代职场，你会瞬间通透。为什么每个大公司都要设置 HR 部门？你真的以为 HR 是来保护员工权益的吗？在很多时候， HR 就是老板手里那把最锋利的刀。当公司要裁员、要降薪、要制定严苛的考勤制度时，老板永远是那个心系员工但迫于无奈的好人，而 HR 则是那个冷酷无情、四处咬人的恶人。老板通过这把刀完成了降本增效，同时把员工的仇恨值全部转移到了 HR 身上，这叫组织层面的借刀杀人。那在日常工作中，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正在变成别人手里的那把刀？教你一个防身法则：如果有一个领导或同事突然交给你一个能在公开场合出风头，或者需要去跟其他部门硬碰硬的任务，但他却只给你口头鼓励，不给实质性的资源支持，甚至不留任何书面证据，警报拉响，你大概率就是那把用来试探火力、随时准备被抛弃的刀。最高级的防守不是拒绝，而是钝化。你可以接下任务，但在执行过程中疯狂地拉齐对齐，抄送全员，要资源，要授权，把私底下的借刀变成阳光下的协同。刀如果不够锋利，甚至会反伤主人，他自然就不敢用你了。借刀杀人是把风险转移给别人，但如果实在转移不出去，必须自己扛的时候怎么办？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计策：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原意是李子树代替桃子树被虫子咬死。如果说借刀杀人是算计别人，那李代桃僵则是对自己的极致残忍。它的核心底层逻辑是经济学里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克服沉没成本谬误。在任何一场残酷的博弈里，全虚全伪的赢只是一种奢望。大部分的胜利都是通过局部毁灭换取全局生存。李代桃僵教给我们的，就是如何在绝境中精准切割那块已经坏死的肉，哪怕它曾经是你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用大家最熟悉的田忌赛马做一次经济学视角的降维拆解。田忌的马整体都不如齐威王。正常打法是上等马对上等马输，中等马对中等马输，下等马对下等马输，三战全败。孙膑给出的策略是：下等马对上等马必输，上等马对中等马赢，中等马对下等马赢，最终2胜1负，赢了比赛。你听到的故事是孙膑聪明，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这背后的反人性操作。想象一下，你就是田忌的那匹下等马，你也是天天吃草料、天天训练的战马，凭什么比赛一开场就把你送去给齐威王最强壮的上等马按在地上摩擦？你就是那个被牺牲掉的李子树。孙膑的冷血之处在于，他极其清晰地定义了什么叫全局的胜利。为了这个终极目标，任何单匹马的自尊、胜负甚至生命，都是可以被明码标价并随时抛弃的筹码。在现代社会，不懂李代桃僵，你就会被沉没成本活活拖死。比如在股市里，为什么散户总是赚不到大钱，还容易深度套牢？因为散户最怕割肉。一只股票跌了 20%， 心里想，我不卖，只要我不卖，这就只是浮亏。结果跌了 50%、80%， 最后退市了。高手是怎么做的？买入之前就设好止损线，比如跌破 8%， 就无条件清仓，这 8% 的亏损就是他主动牺牲的理。
为了保住剩下的本金这颗桃，没有经历过锥心刺骨的割肉，你永远入不了投资的门。又比如，很多人在一段充满内耗，甚至伴随背叛和暴力的感情里苦苦挣扎，死活不分手。去问他为什么，他通常会说，可是我们都在一起5年了，可是我给他花了很多钱。朋友，这5年的青春和金钱就是已经死掉的梨子树，它叫沉没成本，是永远也拿不回来的。你为了这棵已经死掉的梨子树，要把自己未来50年的人生继续搭进去吗？顶级的情感破局之道就是挥剑斩情丝，承认自己之前眼瞎了，承受现在的痛苦，果断转身离场。李代桃僵，僵的是过去，生的是未来。学会了转移成本和断臂求生，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在别人的危机里赚钱。资源博弈的最后一块拼图是在混乱中收割，这在商业上叫逆周期投资和边际成本递减。趁火打劫不是让你去犯法，它的商业翻译是，在对方流动性枯竭的时候，用极低的价格收购它的核心资产。巴菲特有句名言，别人恐惧我贪婪。在经济危机、股市大跌或某个行业大洗牌的时候，就是最好的趁火打劫之时。这时候的资产价格被恐慌情绪严重低估，你用白菜价买下核心地段的房产或优质公司的股权，等火灭了，经济周期复苏，你就是最大的赢家。而顺手牵羊讲究的是在完成主要目标的同时，利用零边际成本获取额外收益。比如你是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自媒体博主，你顺手接了一个广告或开了一个带货橱窗，做视频的成本你已经花出去了，多挂一个链接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但收益却是巨大的。这就是顺手牵羊的现代玩法。到这里，我们看透了资源的无情流转。你以为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或者你正在被别人当成李子树和刀。但如果资源和信息都不如别人，难道就只能等死吗？别急，接下来我们进入36计中最隐秘也最见功力的一环。既然打不过你的资本，那就控制你的情绪。前面2章我们讲了怎么操纵信息，怎么撬动资源，这些都是硬核的物理攻击，但在人类社会，最致命的武器往往不是刀枪，而是情绪。为什么人类那么容易被割韭菜？因为人根本不是理性的机器，而是被多巴胺、内啡肽和皮质醇支配的化学激素奴隶。只要你能精准拨动别人的情绪开关，你就能像黑客入侵系统一样，直接接管他的行为。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第3章，人性提纯与弱点狙击，也就是情绪控制的黑魔法。这套黑魔法的第1招叫欲擒故纵，专治各种上头与不甘心。提到欲擒故纵，谈过恋爱的朋友肯定都在冷笑，懂得都懂，这不就是推拉技巧吗？但今天我们要把这4个字扒得更深一点，深到心理学的底子里。欲擒故纵的底层逻辑是20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之一——斯金纳箱实验。心理学家斯金纳把一只鸽子关在箱子里，里面有个按钮。第1阶段，鸽子每按1次按钮，必定掉出1粒食物。鸽子饿了才按，吃饱了就不按，这叫确定性预期。第2阶段，可怕的来了，斯金纳把机制改了，鸽子按按钮，有时候掉食物，有时候不掉，完全随机。结果怎样？鸽子疯了，它不管饿不饿，都在疯狂不知疲倦地狂啄那个按钮，甚至啄到嘴破血流也不停。为什么？因为不可预期的奖励会极大地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极其强烈的成瘾性。明白了斯金纳箱，你再回头看诸葛亮七擒孟获，你以为诸葛亮是儒雅随和，为了让少数民族首领心服口服才抓了放，放了抓吗？大错特错。
这是一场极度残忍的精神摧毁与重塑。孟获第一次被抓，心里想：老子大意了，有种你杀了我。诸葛亮说：不杀，放你回去。孟获回去重整旗鼓，又被抓了。诸葛亮又放了1次、2次、3次，抓到第7次的时候，孟获崩溃了。他在心理学上陷入了习得性无助。诸葛亮用极其恐怖的实力差距，打破了孟获对战争的所有认知。孟获发现自己拼尽全力，在诸葛亮面前不过是个随时可以按下的按钮。当一个人的精神防线被彻底碾碎，所有的自尊和骄傲都被清零时，诸葛亮最后一次松开手。孟获对诸葛亮的情感已经从仇恨变成了敬畏，甚至是一种带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般的依赖。哭着说：丞相天威，男人不复反矣。把这套黑魔法拿到现代，简直是一抓一个准。比如为什么游戏抽卡这么让人上瘾？如果游戏公司告诉你充100块钱必定给你个极品装备，你充一次可能就索然无味了。但如果他告诉你充10块钱有1/1000的概率抽中极品装备呢？无数玩家会像那只疯狂的鸽子一样，把成千上万的钱砸进那个深不见底的卡池，因为抽卡那一瞬间的刺激就是最强烈的多巴胺毒药。再比如，有些人在感情里为什么总是被海王拿捏得死死的？因为对方是个欲擒故纵的大师，他刚开始对你百依百顺，无微不至，把你拉进丝巾纳香。当你习惯了他的好，他突然冷暴力不回消息，玩消失，停止奖励，你陷入极度的恐慌和自我怀疑。就在你快要崩溃放弃的时候，他突然又跑来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说他最近压力太大了，给你随机掉落一下食物。那一刻，你大脑里的多巴胺疯狂分泌，你甚至觉得他还是爱我的。恭喜你，你已经被彻底驯化了。怎么破解？永远记住，不要给任何人随意切断你情绪来源的权利。当有人对你忽冷忽热时，不要去猜他到底爱不爱你，直接掀翻他的丝巾纳香，转身就走，识破了情感里的多巴胺陷阱。我们再来看看商业谈判桌上别人是怎么给你下套的。下一个计策叫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听起来是个很谦虚的词，但在商业操盘手和谈判专家的眼里，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心理控制术。它的现代经济学翻译叫锚定效应与互惠偏见。人是无法在绝对真空的环境下评估价值的。我们所有的判断都依赖于一个初始参照物，也就是那块砖。一旦别人先把这块砖塞进你脑子里，你后续的所有决策都会被这块砖死死锚定。唐朝有个诗人叫赵凤的，写诗写得极好，另一个诗人常见非常崇拜他。听说赵佗要来苏州灵岩寺游玩，常见就提前跑过去，在寺庙的墙上题了半首诗。赵行来了一看，哎呦，这半首诗写的有点意思，但是没写完，强迫症犯了。于是提笔补全了这首诗。常见就用半首三流的诗，白嫖到了顶流诗人的一首千古绝句。在现代商业里，抛砖引玉被玩出了花。比如为什么互联网公司一开始都要烧钱给你补贴，给你免费试用？这不仅是抢占市场，更是在利用人性的互惠偏见。当你在超市吃了导购大妈递过来的一块免费香肠，你抹了抹嘴，如果不买一包他们家的产品，你心里会产生一种隐隐的道德负罪感。当你免费用了1年某个软件，你的所有数据和习惯都被绑定在上面时，他突然宣布收费，这时候你已经离不开他了，只能乖乖交出你的玉。又比如你要去二手车市场买一辆标价10万的车，如果你是个老实人，你会说老板9万5卖不卖？老板说9万8不能再低了，你觉得赚了2000成交，其实你被坑惨了。
高手的抛砖引玉是怎么玩的？一上来直接给一个极其荒谬的底价，老板5万卖不卖？老板肯定暴怒，你疯了吧？进价都不止这个数。这时候你再慢条斯理的往上加，行吧，看你也不容易，6万，最终你们可能在7万成交。你不仅省了3万，老板甚至还觉得是他通过努力谈判让你加了2万。在博弈中，谁先开口抛出那块砖，谁就定义了整场游戏的规则和坐标系。最后，我们快速拆解2个在职场和人际交往中极其好用的情绪控制计策。先说假痴不癫，也就是战略性装傻。很多人以为聪明就是要在老板面前事事出风头，错。在高度内卷的职场，过度暴露自己的能力，等于向所有人宣告：快把干不完的活都甩给我。假痴不癫的现代名字叫武器化的无能。遇到费力不讨好的边缘工作，或者需要站队的敏感问题怎么办？最高级的防守就是装傻，瞪大你清澈愚蠢的双眼说：哎呀，领导，这个系统我实在弄不懂，怕给公司造成损失，要不让懂行的王哥来。记住，在职场上大智若愚不是性格，而是一层防弹衣，把精力留给核心业务，对杂事保持适度的低能，这是极高的生存智慧。再说指桑骂槐，为什么领导有时候明明对经理不满意，却偏要在开会时把刚来的实习生骂得狗血淋头？因为直接骂经理会引发中层动荡，甚至导致业务停摆。骂实习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但那句句带刺儿的话，全都是说给那个经理听的。这叫建立心理威慑，通过展示惩罚的手段来唤醒目标人物的恐惧。如果你是那个被指桑骂槐的经理，不要跟领导硬刚，私下表个态，把事情做好就行了。如果你是那个倒霉的实习生，朋友，赶紧跑吧。这公司的有毒文化已经病入膏肓了。人生不如意事10之8九。如果我们有一天手里的牌烂到了极点，面对实力碾压我们的对手，处于四面楚歌的必死局，我们该怎么办？真实的成年人世界哪有那么多势均力敌？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泰山压顶般的降维打击。你的公司面临破产边缘，你的部门被高层全面针对，或者你得罪了一个实力是你10倍以上的职场巨头。当手里的牌烂到了极点，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必死局，难道要哭着求饶吗？36计的最后一套败战计，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他教我们的，正是在绝对的黑暗森林里，如何绝地求生，甚至完成不可思议的绝地反杀。在绝境中，最大的护身符往往不是武力，而是心理威慑。这就要说到大名鼎鼎的空城计了。传统故事是这么讲的：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旁边站着2个书童，城门大开，几个老兵在扫地，司马懿带着15万大军兵临城下。一看这阵势，拍大腿说诸葛亮一生谨慎，城里必有埋伏。撤！用你21世纪现代人的常识想一想，这个故事合理吗？司马懿是什么人？三国时期最顶级的阴谋家、战术大师，他带了15万大军，就算他真怀疑有埋伏，他不能派1000个敢死队进去探探虚实吗？他不能把城池围死饿死诸葛亮吗？他甚至不需要进城，让弓箭手万箭齐发，诸葛亮在城楼上早就被射成刺猬了。司马懿不仅没试探，还跑得比谁都快，这不是生性多疑，这是现代历史学界公认的一场权力巅峰的无声交易。在经济学和博弈论中，这叫利益共同体和养寇自重。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司马懿身上，他当时的处境是什么？他在魏国被皇帝曹睿极度猜忌，曹家一直防着司马懿篡权，早就把他的兵权剥夺了。这次为什么重新启用他？因为诸葛亮北伐了。
其他将领打不过，只能硬着头皮让司马懿上。所以司马懿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甚至他全家老小的护身符，就是4个字：诸葛亮在。如果司马懿今天在空城之下一箭射死了诸葛亮，明天魏国朝报头条是大捷西蜀陨落，那后天的头条一定是飞鸟进良弓藏。大将军司马懿被刺死，没有了狼，还要猎犬干什么？当诸葛亮大开城门，坐在城楼上弹琴时，他弹的根本不是什么静心曲，他是在用琴声给司马懿发送摩斯密码。老司，城里真没人，但我知道你不敢杀我，杀了我你也得死，我们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而司马懿听懂了，他下令退兵，退的根本不是怯懦，而是明哲保身的职场顶级博弈。两人在没有一句对白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政治双赢，把空城计的逻辑平移到今天。它是应对职场派系斗争和高层打压的终极武器。当你在公司里处于绝对劣势，被某个强势高管死死盯上，准备将你扫地出门时，不要去跟他拼刺刀，拼不过，也不要去哀求。你要做的是构建威慑和绑定利益，让自己成为公司某项核心业务，甚至是那个想搞你的高管的核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或者掌握某种底牌，你要传递出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你可以搞死我，但我倒了，这个项目一定会烂尾，这笔几百万的烂账一定会爆雷，你也绝对没有好日子过。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能保护你的永远不是领导的仁慈，而是你死我也死的恐怖平衡。如果你连这种恐怖平衡都建立不起来，对方铁了心要碾死你，怎么办？别忘了36计的最后一计，也是千古流传的名言：36计，走为上计。很多人对这句话有极深的误解，觉得走就是逃跑，是懦弱，是没出息。甚至有人在一段烂透了的公司里，在一段被 PUA 的感情里死耗着，美其名曰我要坚持到底，我不能当逃兵，大错特错。在现代商业和经济学体系里，走为上计有着极其高级的战略意义，它叫做及时止损与沉没成本的剥离。让我们引入一个极其关键的经济学概念：机会成本。你在一件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上耗费了1年时间，你失去的仅仅是这1年吗？不，你失去的是把这1年用来做其他能成功的事情的全部收益，这才是你真正的损失。在兵法中，如果敌我实力悬殊，或者战场地形对己方极其不利，强行死战的结果就是全军覆没。这时候的走根本不是投降，而是主动退出当前的不利棋局，保存核心资产，去寻找下一个属于你的顺风局。现代社会的走为上计就是换赛道。比如你在一个利润薄如纸，老板天天画饼，同事疯狂内卷的夕阳行业里，每天加班到凌晨2点，只为了抢那一点点残羹冷炙。这叫勇敢吗？这叫愚蠢。这时候的走为上计就是果断辞职，切断过去的路径依赖，哪怕降薪，也要去寻找正在增长的新兴赛道。因为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上，你就算抢到了头等舱的船票，结局也是沉没。又比如，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天天向你输出负能量的朋友，或者一个总是贬低你、打压你自信的伴侣，不要去试图改变他们，更不要试图战胜他们，在泥潭里跟猪摔跤，你们俩都会一身泥，但猪会很高兴，转身离开，拉黑、删除、切断物理上的联系。这不仅是止损，这是一种维度跃迁。当你把精力从烂人烂事中抽离出来，投入到自我提升上时，你已经在另一个维度赢了他们。走为上，上的不是天，而是认知和格局的升维。保留火种永远比一时的意气用事更重要。朋友们，我们的进度条终于走到了最后。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们用极其残酷、极其功利的视角，把36计拆解成了信息操纵、资源掠夺、情绪控制和绝地求生的现代生存法则。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后背发凉？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算计？身边的每个人都可能拿着镰刀，随时准备割你的韭菜。如果你有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说明这期内容的目的达到了。但我必须在这里告诉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尼采说过，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如果你把这36个计策当成人生规戒，天天想着怎么用欲擒故纵去拿捏伴侣，怎么用借刀杀人去坑害同事，怎么用无中生有去骗取财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一定会遭到极其惨烈的反噬。因为玩弄人性者必被人性反噬。那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写了这么多文字，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你安装一台反套路雷达。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你没心机，而是你没心机还盲目乐观。学习套路是为了能够识别套路，懂了瞒天过海，你就不会再被微小的底线试探所温水煮青蛙；懂了欲擒故纵，你就不会再陷入忽冷忽热的情绪陷阱；懂了李代桃僵，你就有了在绝境中割肉止损的勇气；懂了空城计，你就明白了如何在夹缝中建立属于自己的博弈筹码。我们要做到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在这个充满镰刀、套路、信息差和认知差的世界里，当你剥离了所有的阴谋诡计，看透了所有的尔虞我诈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终极真理：真诚才是最顶级的计谋，硬实力才是最无解的兵法。当你的专业能力足够强，当你的底线足够清晰，当你对世界抱有真正的善意和敬畏时，所有的36计在你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杂耍。在这个短视频当道，3秒钟抓不住眼球就被划走的时代，如果你能耐着性子看到这里，说明你也是一个对深度认知有着极致渴望的同路人。若是你觉得这期内容确实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社会运转的隐秘逻辑，为你带来了一次认知上的颠覆与清醒，请把人间清醒或者认知升级打在公屏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也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收藏，把它放进你的收藏夹。当你在未来的职场或感情中感到被算计、被消耗、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翻出来再看一遍，这台反套路雷达随时为你开启。最后，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课后作业。在这36计里，你曾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谁用哪一计套路过？期待看到你的战损记录或者反杀经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愿屏幕前的你，在这个充满套路的世界里，淬炼出自己的反脆弱体质，知世故而不世故，带着最顶级的防备去拥抱最真诚的人生。